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这款来自 Mafex 出品的编号283漫画版的 Iceman。你可以看到 X 战警，然后 Iceman 特有的冰块字符的这个字母，以及 Comic Version Action Figure。首先说一下这款玩具的价格定价呢，确实也是非常的昂贵，但是确实 Mafex 这个品牌好像定价越来越贵了，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那抛出价格我们看一下这次玩具的表现素质到底怎么样啊？首先包装盒方面，其实拿到手上是比较坠手的，因为这一次是带了一个比较瓷实的地台，然后特效件方面也和之前介绍过的孩之宝的版本在设计理念上有比较大的出入，整体的观感还是蛮新颖的，很喜欢这边漫画风格，老版漫画风格的这个插画。然后侧面呢是在地台上冰人使用技能的这样一个展示，另外一侧呢也是冰人的这样一张剪影图。然后看到背后呢是基本的玩法，盒子比较重，但是纸盒很薄，所以就直接压扁了。那么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好的，本次漫画版冰人的全部内容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该说不说啊 ，Mafex 绝对是对于这个漫画的还原度下了一番功夫的。但是考虑到我手上目前拥有过的冰人、孩之宝这个品牌的大概有3到4款，然后还有大概在2-3年前有这个 DST Diamond Selection 系列里面的这个比较大比例的Iceman 可动人偶。那算上这一款呢，我觉得3个品牌算是各有千秋。比较可惜的是呢，我这边没办法给大家去展示 DST 的那个版本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其实可以回去主页看我之前拍的视频。那我做一个简单的这个非常主观的横向对比，我是觉得目前从特效件方面来说的话，我是觉得 DST 的特效件是给的最好的，比较丰富，而且特效件也很大，然后整体的这个气势也很足。孩之宝的特效件呢，说实话，在这个秘密入侵的版本里面，其实孩之宝的特效件给的还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是连接出了问题，还是我自己没玩明白因为秘密入侵这一版呢，其实这些特效件涂装方面都还 OK， 这孩之宝的版本，而且很有立体感，包括呢这边虽然是老的零件但是依旧是做的就是涂装方面都 OK， 但是就是不太好玩。那来到 Mafex 这个版本，它其实是兼顾了素体的可动，然后再加上这个配件的可玩性的。那么先从素体开始看起，所有做这个 Iceman 的这个素体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全透明的这个状态。这次呢 Mafex 素体的采取的是偏淡蓝色的这个透明素体。如果你手边有这个之前小布家的达斯维达全息影像版的话呢，基本上跟那个颜色大差不差。虽然在不同的角度、不同光下，它呈现出来的效果不一样，但是我是觉得实物会比你现在从这个我的镜头里面看到的样子要好一些，因为镜头确实是太犀利了，把这个关节照射的是暴露无遗，但实际上你肉眼去看的话呢，它的因为反光等一些问题，会修饰一些这个关节过于通透的这个问题。同样的问题呢，也是出现在孩之宝的这款上面。我们简单的做一下横向对比，你可以看到呢，身形方面，孩之宝呢是比 Mafex 这一款要壮硕一圈，但是身高方面的话呢，则是相差无几，孩之宝的稍微要高一些。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四肢的维度还是躯干的维度，包括脑袋的大小的，都是孩之宝的要偏大一点。表情方面，常态的这个微笑头呢，我觉得还是 Mafex 更还原一点这是个人的喜好。当然呢，也不排除很多朋友喜欢孩之宝的版本。那另外一边呢，是这边的愤怒龇牙头，怎么说呢，各有千秋吧。还是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这个偏蓝色的色调可能会更好一点，也可能本身确实 Mafex 比较贵我实在是一时间没有办法就是强烈的去吐槽它的这个做工等一些问题，因为本身呢这次冰人就是一个纯素体的状态，大家简单看一下。
身上呢就多了一个腰带的涂装，然后细节方面呢，就是在于这个靴子。这个靴子呢，其实做的是有一定的这个阶梯的感觉，它是穿靴子的这个造型是体现出来了。问题就是脚尖，然后还有这个脚踝是有些松软的。你可以看到，我刚才在拍摄的过程中，因为这个脚板比较小的原因啊，所以已经倒了很多次了。而且现在武汉温度比较高，30度。如果在这个环境下面去拍片的话呢，确实很容易关节松软，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毕竟 Mafex 玩具每一次都带一个这个透明地台，你可以去搭配把玩，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动性方面，头雕、抬头大概是这样一个幅度，那脖子这边也有一段可动啊，低头幅度呢则是比较优秀，左右晃头当然不在话下，360的旋转 OK。肩部关节呢还是老样子，就是这种嵌套型，然后再加上这边一个转轴，同时呢可以还原这种蝴蝶关节的感觉。那毕竟冰人嘛，其实他做这种滑冰的这个姿态也都是可以轻松的做出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然后胸腰关节我们看一下，挺胸幅度呢是非常的优秀，而且相当自然，但是弯腰幅度相比起挺胸幅度来说就稍微差点意思。如果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内部切球关，然后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杆子放一个角度，类似于脖子有一个转角的话，它的整体的效果应该会更加的不错一些。然后髋关节这个地方呢是有下拉的，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毕竟都已经卖到了这种价格的可动人偶，素体方面必须比较优秀啊。然后双端关节的屈膝，脚部接地旋转，然后呢脚尖可动，该有的都有。那在这种高可动的素体下，这次的冰人又给我们配备了什么样的配件呢？刚才看到了这个平镜脸，然后还看了一下这个龇牙头。那我们现在换上这次封面版的，我去，这个头腰确实卡的比我想象中的要紧很多啊。封面版的这个平头哥。这个平头哥呢是目前来说我收到的冰人里面最特殊的一颗头雕啊，很少有厂商去还原这颗头雕。这个头雕呢，就是我觉得把一位 Omega 级变种人赋予了更多的人性化的感觉啊。毕竟他有了发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冰冻光头，像一个老冰棍或者说一个纯素体的这个样子。所以说这颗头雕呢，反倒是3颗头雕里面我个人觉得最喜欢的。当然呢，可能有些朋友呢对这个造型呢并不感冒，或者说很多朋友其实是期待着后续的那种头发是类似于美式前刺或者说那种刺猬头的那种画风。当然呢，我觉得既然开了这个素体这些特效件，或者说在这个基础上，它肯定还会去做这个天启时代版本的 Iceman， 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毕竟已经出了天启时代的好几款角色嘛，比如说雷射眼、金刚狼、X-Man， 这些角色呢都比较人气。但是我个人觉得天启时代版本的 Iceman Bobby， 它的整个造型呢是非常有侵略性的，也是很期待 Mafex 能够还原出玩具给我们看一下啊。然后再就是这次的手型部分，默认的是握拳手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剩下的其实3个手型呢也是很常规。那有这边的手刀手型，这个手刀手型呢主要是为了搭载这边的这个发射冰柱的特效件，而且这个冰柱特效件呢其实是有点防呆机制的啊。这边还是这种杆子，我们把它拆下来，然后替换一下，看一下视觉上的效果。反正我觉得 Mafex 在做特效件方面的话，肯定是参考了一些漫画里面的这种状态，而且还原度每次其实把握的都还不错。这边呢应该是有这个左右手的区分，反正我这边它如果说你没插对的话呢，是没办法插到底的。这边左右手区分之后呢，你看我这边搭载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两边释放这个冷气的这个效果，用这个手刀手其实是可以还原1、2，再搭配上这个，基本上可以成为柯南剧场版里面或者说柯南动画里面的这种凶器的地台。这个东西别看不大，它真的是非常沉，我觉得会比一般大概是2个手机的重量。反正如果说你现在手边有手机的话，你自己可以掂量一下，非常沉的一个实心的软胶材质，而且其实立体感和锐度我觉得做的都 OK。
我对这个材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诟病。他建议的玩法呢是这边还是利用一下这个地台，我这里时间原因啊，就简单的站在上面给大家去展示一下这个效果。效果还是可以的，反正肯定是立得住。你要相信它的关节，但是你需要花一些耐心去摆，这就稍微有一些难受了。不过我觉得也不算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了。反正这个孔洞呢，就是给你去装支架使用的，360呢去旋转一圈，渐变的涂装呢也是非常的好看。我觉得这个款呢，在我的这个 X 战警收藏里面，它会长期以这个状态去占有一席之地，因为确实 Iceman 是我非常喜欢的 X 战警的成员，冰冻能力可以就是类似于神笔马良一样创造出冰系的造物，而且能力呢也是非常优秀。那包括在海贼王的世界观下面，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大将亲至的。无论他现在立场如何，但是他这个冰冻的能力呢，一直都是我儿时的梦想啊。那换上另外的这个比较标志性的特效件，就是这个发射冰冻能力的手型，给大家去看一下视觉上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特效件。整个造型方面呢，有点像那种法师的冰霜星星的这种发招的造型，个人觉得还算是观感 OK。那相比起孩之宝的这个特效件来说呢，这款玩具虽然素体方面不够强壮，但是呢也是一方面表达出了漫画里面 Bobby 呢其实是一个法师型的这个欧米伽级变种人，并不是拼力量的。所以说身材方面的话呢，他会做的比较之干练。后续如果说有天启时代版本的玩具的话，或者说有天启时代版本的 Iceman 出场，在就是玩具实体化的话，我也会第一时间入手跟大家去做这个视频分享，还有横向对比的。那这一款玩具呢，10分满分的话，如果不考虑价格，单从配置上来说以及把玩体验来说，我会给到一个7.5分的分数。因为说实话呢，其实特效件给的也还行，头雕也不错，但是好像就是缺了那么一股劲儿啊。可能我的概念里面，冰原真的就是 Iceman 真的不需要用这个比如说纯透明的素体去打造，因为你既然都能用这个非透明的素体，或者说就是非纯透的这个技法和涂装来去表达这个冰系的技能，为什么不把这个素体呢也用全涂装的形式去表达呢？无非还是在成本控制上面，还有这个瑕疵率上面去做了这个考量。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说对品牌的这个实力有信心，想更进一步的精进这个玩具的涂装技术的话，那这个厂牌我觉得后续研发冰人的方向呢，其实应该是朝这个比如说浅灰色打底，甚至是浅蓝色打底，然后用不同的高光等技法进行全涂装，这样才是能够在视觉上无死角的去还原一个 Iceman 的漫画里面的形象吧。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头条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